天已黑，落你断头颅，哀家爱护宗，宁可错杀，绝不放过。无处提，木偶无心牵红线，活人有心锁神龟。几位大爷，俺们都是庄稼汉，村里哪有啥余孽呀？我操！活下去。哥哥，江湖不该是这样的。小叶，上吧。小叶，上吧。杀了他！他是个药师，别管傀儡，砍断丝线，让他去！新铁刀门，徐冲在此。血衣卫的走狗，过来领死！雷火弹！余孽！你的刀在火堆旁。这眼神简直和他一模一样。哥，我不疼。你的东西上面的字是从哪来的？两位大侠救命之恩，小女子没齿难忘。至于这个，只是我娘的遗物，随便刻的花纹。江湖传闻，听风阁因掌握足以颠覆武林的秘密，3日前已被灭门。薛一卫这几天像疯狗一样，在方圆100里搜捕余孽。小丫头，你编谎话的时候，最好看看你现在是什么处境。2天，我娘把我塞进密道，让我去找有神传人，我躲了2天。等我出来的时候，72口人无一活口，我挖了72个坑，把他们埋了。我被追杀了3天。你是谁？你是掩尸吗？我不是，他才是。掩尸一脉唯一的，也是最后的传人。她叫沈小叶，是我妹妹。我之所以救你，不是因为同情，而是因为这玉简上的密文。这是养尸一脉独有的机关密文，我妹妹的笔记里有同样的字，这上面藏着什么？这是断龙谱的秘药部分。10年前，剑道宗师顾北川在断龙崖被指控勾结魔教，遭12门派围杀。我听风阁查到了当年的部分真相。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，而这玉简里
就藏着能证明顾大侠清白的线索，以及一份名单。名单？围杀顾大侠的12门派名单？是。好，好得很！老子当年就因为质问师傅为何要参与围杀，就被废了小半修为，逐出了铁道门。看来这趟浑水，老子趟定了。师傅，你让我别复仇，活下去，没想到玉简上的第一个线索指向苍梧镇，那就去苍梧镇。老夫早已金盆洗手，不再过问江湖事。几位深夜造访，若是求财，铁府库房的银子随便拿；要是寻仇，老夫这双铁手也还没生锈。我们不要钱，也不寻仇。听风阁末代弟子苏念来找陈老镖师要10年前断龙崖的真相。当年那封通敌密信，到底是谁交给你的？小丫头，听风阁的下场，你没看到吗？有些真相，查下去了，就是死路一条。老夫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滚出去！你要是不知道，这院子里怎么会提前埋伏了这么多好手？陈老头，你也是在怕，对吧？你在怕什么人来灭口？提袭，是薛一卫。他们是来杀证人的！他们是来杀证人的！护住那老头！小叶，上吧。你是掩尸的人，你们不是早就被……不！顾大侠是被冤枉的。那封通敌密信的笔迹是伪造的，真正的证物在哪里？掩尸还有人活着，你们也是被……唯一的证人就这么死了，线索断了。他们为什么要灭口掩尸？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，而且他们的情报网比我们快得多，还要查下去，就不能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了。去哪儿？百戏楼。百戏楼，一个以杂耍戏法为掩护的地下江湖组织，只要付得起代价，他们能帮你改头换面，能给你提供最隐秘的情报，甚至从死人嘴里撬出东西。不过百戏楼的代价从来都不只是钱。走。3位贵客深夜造访百戏楼，不知有何贵干？我们找楼主，规矩我们懂，代价出得起。楼主自然是见客的，不过百戏楼的楼梯可不会是什么人都能上的，得先看看几位的斤两。得罪了，装神弄鬼，几根烂柴火也敢在老子面前卖弄！
他一击。什么鬼东西？画虎不成反类曲，仿造品也敢拿来献丑。真正的掩饰绝技，几位贵客，楼主在3楼雅间有请。正宗的养尸绝学，果然令人叹为观止。楼下那些粗糙的玩具，耗费了我百戏楼10名顶尖工匠的心血，却抵挡不住你指尖的一缕银丝。你是百戏楼楼主，我们来买秦望山的情报。情报我自然有，不过在谈交易之前，沈大侠难道不好奇我百戏楼为何能仿造你验尸一脉的机关术吗？3年多前，有一个连走路都要扶着墙的小姑娘，独自一人找到了我。她没有黄金万两，但她却想要买我百戏楼最贵的情报。10年前断龙崖顾北川的真相。她付不起钱，但她是个极其聪明的疯子。她用验尸一脉的部分机关术图纸作为代价，跟我做了交换。楼下那些简陋的木偶，就是我手下的工匠们根据他留下的图纸仿造出来的残次品。小叶来过这里，他拖着病弱的身体，拿家族图纸去交易，只为追查当年的真相。那小丫头是个天才，可惜是个将死的天才。她离开前留下了这只木鸟，让我带一句话给未来的某个人。他说，如果有一天，一个武师带着一个面具人偶来找我，告诉他，断龙崖上还有些没烧完的东西，还有，别怪自己，他是自己要去的。如果把生者的思念封入眼甲，能否让逝者留下一缕灵石？我需要更多时间，但如果我等不到那天，哥哥，灵书便是我留给你最后的钥匙，情报我已经收到，秦望山在哪里？青竹山庄，但你们得快点儿。血衣卫的猎犬应该已经嗅到味道了。多谢，欠你的代价是什么？掩饰的图纸是那个小丫头付的账，你们现在要的情报，代价是你们欠百戏楼一个人情，什么时候还，我说了算。前提是你们能活着从青竹山庄回来。好。停下！停下！有人来过，很重的血腥味，而且不止一个。听风阁的残党，果然长了一只灵敏的鼻子。这3年，血衣卫几乎翻遍了整个江湖，也没找到顾老鬼的那把寒露剑。没想到，顾老鬼的剑竟然会藏在一个掩尸手里。不过，掩尸一脉的机关术确实有些门道。只可惜，掩尸的弱点，河主10年前就研究透了。
你的丝线能防火吗？给我断！不能退，不能让小叶受到哪怕一丝一毫的损伤。别复仇，活下去。哥，你替我走走吧。放弃挣扎了。寒露楚秋，你是顾北川的，你们要的东西在书房第3层暗阁。盟主会把你们全部送下地狱。走，进神庄。寒破邪功，这是正道盟主独门的不传之秘。当年就是用这门邪功伪造了魔教袭击的假象。孤兄之愿，吾已尽之，然悔之晚矣。当年之政务，盟主勾结魔教之铁证，孤兄早已洞悉，证据未留青竹，已藏于寒怒之中。后来者望昭告天下，昭告天下。我师父的名字排在第5位，他亲口告诉我，铁道门是为了武林正道，是顾北川勾结魔教在先。他骗了我10年。这都很霸道。难道是当时？苏姐，你拿着，你弟的。徐冲，这附近哪里有大夫？从这里往西走20里，有一处百草谷，谷里住着个叫白主的少年神医。这小子脾气古怪，但医术通天。如果是他，或许还有救。走。毒入心脉，再晚半个时辰，大罗神仙也难救。毒我能解，但我这人不收银子，只收有趣的代价，只收有趣的代价。你要什么？让我研究这具傀儡1天。我虽然是个医师，但对这岩石的人偶也是感兴趣的很。这傀儡的关节，这动力传输方式，这丝滑的构造，这简直是艺术！行，好，1天，但你若敢损坏它一丝一毫，我屠了你这百草谷！停，停！天才，真是天才，太有意思了。这东西叫灵书吧？这是岩石一脉最巅峰的禁忌技艺，据说能将人死前的一缕意识封入核心。但这颗灵书被改造过，它现在不仅是动力源，更是一把钥匙，一把需要特定的内力才能激活的钥匙。不是烧尸的内力，而是极其霸道、极度冰寒的剑客内力。你吗？不过，这些都不是最有趣的。这灵书的材料应该是混合了这傀儡原型的骨血制作的吧？在这核心的深处，我提取到了微弱的毒素残留。说什么？它的原身和苏念姑娘中的烈性毒药不同，这核心里残留的是一种极其隐秘的慢性毒素，无色无味，潜伏期极长，
这种毒至少要在体内连续累积数月，才能彻底摧毁一个人的生机。他是被人下毒害死的，他一步步走向死亡，却没有告诉我。你刚才说你能解所有的毒，只要还没死透。师父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只为了活下去而活下去了，我要去找当年的真相。红瓶解毒，白瓶白骨，黑瓶给讨厌的人吃。昨晚我出去采药，收到了黑市的暗装传信。今晚在龙渊城外的地下鬼市有一场10年一遇的秘密拍卖会，压轴的是一件眼识遗物。眼识遗物，据说是一张残破的图谱，卖主声称是从当年严师一脉被灭门的火场里抢救出来的。我不管那图谱上画的是什么，若有关于灵书傀儡的制作方法，我要看一眼。这是我给你们治伤的代价。鬼市鱼龙混杂，薛一卫必然也会在那附近布下天罗地网。这趟浑水，你带着人偶，一个人能活着出来吗？别忘了，我是听风阁的人，没人比我更懂如何在黑雾里藏匿行踪。老子这把刀刚磨好，正愁没地方见血，不带我，老子就自己去。用时出发。火烧楼，木偶哭，红丝缎，白骨枯，黄泉引路，今夜杀狐。3000两，血菩提归天字号买家。接下来是今夜的压轴大戏。下一件拍品，演示遗存。传闻此图谱中记载了演示一脉最高深的机关杀气图纸，底价黄金1000两。小叶的字，这卷图谱不是10年前流落出来的，这应该是小叶亲自查到的部分线索。他找到了真相。1500两，2000两。这卷东西我生就要了。是他，10年前拜访师傅的盟主故交。原来盟主和魔教10年前就勾结了。大胆魔教，竟敢在龙渊城地界放肆！沈夜，失重了！等等，怪物，快退！退！休想！休想！滚开！擒贼先擒王。断龙骑士，破海！雪一卫的增援要到了，走。走。去查他们是谁。原来如此，小叶他潜入了当年的废墟，
找到了这些线索，然后他被发现了，他知道自己中了毒，他知道自己活不了了，他没有告诉我，他把这半卷残图藏了起来，把它当作线索留给了我，留给了我。我娘把我塞进密道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，她把情报刻在玉简上，对我说：“念念，别回头，往前跑。”我在密道里躲了2天2夜，出来后满院子是血。我挖完72个坑，满手都是血泡。我以为师父只是叫我活下去，我就像条狗一样一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苟活，但我错了。他让我活下去，是让我留着这条命，等到真相大白的一天。那你现在等到了，那你现在等到了，你也等到了。哈哈哈！行了行了，大半夜的，酸不酸呀？我师父是个伪君子，名单上有铁刀门，到时候铁刀门交给我。我帮你们去把那个老怪物宰了，就当是我替我那死去的师父赎罪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这庸医连个朋友都没有，是不是有啥病？我没病。你连怎么笑都不会，还说没病？明天去断龙崖，把小叶没有走完的路走完。把师父没有说出的话告诉全天下。师父，10年前您就是在这里面对12门派的围攻，耗尽了最后一滴血。小叶，你隐瞒自己中毒的事实，拖着残破的身躯找到这里，私下破解邪宫的机关图纸，流出黑市，你用自己命做桥，为我铺好了通往真相的路。你不是要我替你做掩饰，而是替你去活，去捅破这被阴谋掩盖的藏奸。师父醒悟建议变得你要行师沉静而轻盈。哥，替我去走走吧。师父，小叶
我明白了。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我们走吧，该清账了。这是死局。盟主不仅调动了3000血衣卫封锁内城，外围还有12门派的精锐驻扎。我们4个人加上小叶，满打满算6个战力，满打满算6个战力，想在众目睽睽之下杀透重围，把证据公之于众，无异于蚍蜉撼树。哼，那又如何？老子就是豁出这条命，也要在铁刀郎那帮血子面前揭穿那老匹夫的真面目。匹夫之勇。我的毒烟最多只能瘫痪广场外围的一角，一旦血衣卫结成战阵，我们连高台的台阶都摸不到。我不想刚把你们治好，那天又要给你们收尸。苏念说的对，10年前师父输在孤立无援，10年后我们不能重蹈覆辙。我们需要帮手，能撬动整个龙渊城局势的帮手，如今整个武林都在盟主的掌控之下，谁敢在这个节骨眼上触他的眉头？有一个地方敢。百戏楼。沈大侠，寒露剑出鞘的动静，可是把整个地下江湖都震醒了。上次在青竹山庄的情报，我说过，你欠我百戏楼一个人情，利息很高的。怎么，今天是来还债的？我是来借兵的。我要百戏楼在龙渊城的所有暗桩。幻术师和刺客，大典之日，我要你们瘫痪龙渊城外围的3000血衣卫。借兵瘫痪3000血衣卫？沈夜，你当百戏堂是什么？是给你陪葬的草堂吗？我们做的是情报和易容的买卖，不是造反。对付正道盟主，一旦失败，百戏楼数百年基业将毁于一旦。如果盟主继任大典顺利完成，彻底整合了12门派，你以为百戏楼还能独善其身吗？寒破邪宫需要大量的活人顶炉，这些年地下黑市失踪的高手越来越多，别告诉我你百戏楼没有察觉。盟主清理完明面上的反对者，下一个要清洗的就是你们这些不服管教的地下势力。帮我们，不仅是帮我报仇，更是百戏楼自救的唯一机会。断龙谱上的证据确凿，只要能拦住盟主的血衣卫，让我当着天下人的面彻底揭开他的真面目，12门派必定倒戈。我要的只是你们拖住血衣卫半个时辰。沈夜，百戏楼从不做亏本的买卖，上次的人情加上这次压上整个百戏楼基业的豪赌，你付得起代价吗？你要什么？事成之后，我要你身上的一样东西，这个代价极其昂贵，也许比你的命还要重，且你现在不能问，也不能反悔，你敢答应吗？他要的究竟是寒伦剑，
是小叶的眼甲核心，还是我余生的自由？但为了揭开真相，哪怕坠入阿迪地狱，我也别无选择。成交。好，不愧是顾北川的徒弟，有种。大典正午，百戏楼300幻术师与顶级刺客会帮你拦住盟主的血衣卫。沈夜，你最好能留着这条命，活到大典之后来对调代价。大小姐，你还活着？他们都说听风阁已经……听风阁还在。老吴头，城防图和血衣卫的暗哨分布，我要最新的。半个时辰内，能拿到吗？能。大小姐，听风阁在龙源城的12个暗桩，虽然断了联系，但都没死。只要你一句话，随时可以启动。不需要你们拼命，按照这个布置，明天午时，在这些位置制造混乱。告诉兄弟们，做完这一票，隐姓埋名，等我重建听风阁的信号。是。师兄，你来干什么？师兄，快走吧！师父他知道你在龙渊城附近，他下令，明天如果看到你，铁道门上下杀无赦。师兄，你斗不过他们的。盟主他……好啊，10年前他为了讨好盟主，围杀顾大侠。现在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，又要杀自己的徒弟。铁刀门的刀，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师兄，当年的事可能真的有误会。师父他是为了武林正道。回去告诉那个老匹夫，他教的刀法从根子上就是错的。铁刀门的刀应斩断不攻，而不是向强权摇尾乞怜。明天我会亲自去铁刀门的阵前，让他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刀。城防图更新了，血衣卫在广场周围又增加了3倍的暗哨。盟主亲自坐镇高台，就算有百戏楼的帮手，这场大会也会是9死1伤。无论有多危险，我都会去。走吧。10年了，自断龙崖剿灭顾北川那个武林败六魔教妖孽之后，正道武林终于迎来了。让一让，劳驾借过。是岩偶。10年前断龙崖有一笔血债，今天该还了。这上面记录的是10年前盟主暗中勾结魔教，以寒破邪功残杀武林同刀，伪造通敌密信，陷害我师父顾北川的全部铁证。黄口小儿一派胡言，顾北川勾结魔教乃是铁案，你这余孽竟敢来此妖言惑众！天山派、飞花谷、雷火堂、铁刀门，你们都在这张断龙谱上。想走？问过老子的刀没有？孽徒，你竟敢欺师灭祖！师父，您教过我，铁刀门的刀宁折不弯。可您10年前在断龙崖上挥出的那一刀，弯得像条狗。今天，
徒儿就用这把刀，来正铁刀门的道。原来是偃师的漏网之鱼，难怪敢来大放厥词。薛一卫听令，将这魔教余孽就地正法，一个不留。动手！哼，雕虫小技。一群废物！玩够了吧？给我去死！小心！祖念！结束了，顾北川的孽种！装神弄鬼，给我碎！哥，你替我走走吧，以后我们一起闯江湖。哥哥舞剑，我操控傀儡，天下无敌。断龙起始第一式，潜龙出渊。这是顾北川的剑法，2套顾北川的剑法。本座乃天下盟主，本座不可能输给一个死人和一具木头。寒冰地狱，寒冰地狱！死吧！你这怪物，快给我松手！龙云！
这是断龙谱，这里面记载的是10年前我师父顾北川被构陷的全部真相，其中每一笔交易，每一次伪证，都在这里。今日之后，这块玉简连同这些书信就留在此处，天下武林任何人皆可查阅。若有不服，拔剑来找我沈夜。小叶，我们回家吧。我们回家吧。哥，你替我走走吧。小叶，我们回家吧。替你去走走，不是活成你的意识，而是活回你的剑客。哥，你替我走走吧。小叶，这3年，辛苦你了。已经不需要伪装了。水。修好了吗？小叶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虽然铁刀门腐朽的地方已经被清理了，但他们以前教的刀法已经偏离正道。老子要走遍这大江南北，去看看真正的刀法是什么样。你小子的剑法不错，但比起老子未来的刀法，肯定还是差了那么一点。等老子开山立派，创出天下第一刀，再来找你痛痛快快的打一场。好，我等你。徐冲，等等，红的止血解毒，
白的大还丹续命，别还没创出天下第一刀就死在哪儿了。你不走？走？去哪儿？龙渊城里现在到处是中毒的倒霉蛋。我师父当年为明哲保身，见死不救，欠了这笔债，只能由我这个徒弟来还了。我在龙渊城东街盘下了家医馆，你们几个以后如果在外面惹了事，被人砍了，可以爬到我的医馆来，我可以少收你们诊金，但药费得照付。你呢？听风阁的大小姐。我想回一趟听风阁的旧址。当初我娘让我带着玉简跑，是为了留下听风阁的火种。现在真相大白了，我要把火种重新点燃。但这一次，不是因为我是阁主的女儿，而是因为我是听风阁的苏念。这江湖还需要一双不被强权蒙蔽的眼睛。不过，重建听风阁也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。老吴头他们还需要时间去收拢旧部，在那之前，沈大侠，介意带上我一起去游历江湖吗？听风阁重建可是需要很多秘闻作为启动资金的，跟着你这个名动天下的剑客，应该能探听到不少有趣的情报吧？江湖险恶，有顾大侠的传人在此，谁敢放肆？小叶以前很想去江南看一次十里花海，听说那里花期快到了，走吧。